你好，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，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课程，让你摆脱低效、无效甚至负效的糟糕会议。我是结构思考力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李中秋。在过去的10年里我将结构思考力的理念传递给了3000多家企业，其中500强企业有300多家。同时呢，还出版了《结构思考力》《结构思考力2》《透过结构看世界》《结构化写作》等多本著作。结构思考力呢，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如何高效地思考、高效地表达。那很多大型企业都会把结构思考力作为必修课程进行推广和应用，比如说在阿里、在招商银行、京东、百度、华为、ABB 等等。而会议呢，作为企业内部的高频次活动其实就是思考和表达的交互过程。所以一场高效会议背后的核心原则是思维逻辑和表达逻辑是否清晰。这就让会议成为了结构思考力应用的一个核心的主要场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一些用结构思考力解决会议管理之痛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在进入正式课程之前我想和你先讨论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什么样的会议才是高效的会议？只有彻底搞清楚了这个定义，才能更有助于我们来去高效的开会。那作为职场人士的你，无论是身处在机关单位还是在企业公司，对开会一定不陌生。只是我们经常会被一个问题困扰，那就是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应该集思广益、寻求共识、解决问题的。但往往会议反而成为了问题本身。你可以来回想一下，你是否有过面临这样的一些困境和经历比如说，第一种情况，当你组织会议的时候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的人呢越来越少，找借口不参加会，或者是参会的时候沉默不发言的人呢越来越多。最终会议开完了，但问题呢并没有解决，你很是苦恼。那第二种情况当你主持会议的时候会场的气氛和进度呢不受掌控，有的时候特别热烈，但是呢又充满了火药味儿，而有的时候冷冷清清，毫无收获。最终会议没有成效，领导呢也认为你没有组织能力，这个也让你很苦恼。那再比如说当你参与会议的时候，要么呢头脑空空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要么是想法一大堆，却不知道怎么说，要么是发言的时候呢没啥反馈，没有参与感。最终你对会议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排斥，甚至会议呢也成为了你的职场负担，这一点呢也让你很苦恼。如果你遇到以上的困境这都说明你曾经组织、主持或参与的，要么是不应该被召开的，或者是被低效率召开的糟糕会议。这些会议都缺少设计，没有准备，效率极低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会议组织者毫无收获，会议参与者疲惫不堪，会议议题呢一再搁置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。那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则叫中国式会议10大弊病排行榜，很有意思那其中的弊病包含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说排在第一的叫做没有会议规则，经常是领导想起个什么事儿，马上组织开会，没有会议的模式，没有会议的规范，也没有会议的形式等等那排在第二的是什么呢？叫没有时间管理，什么样的会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，如果超时了怎么办等等，都没有详细的规定。那排在第3位呢，叫做没有提前做好主体定位，会议开成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开什么内容领导现场定。那排第4的叫做没有会议主持机制，是哪个领导召开会议呢，就由哪个领导来主持，至于主持成什么样，那就看领导的水平高低了。排在第5的叫做经常临时组织，第6呢叫无关者参加，第7叫没有会后跟踪机制，第8呢叫一言堂的会议居多。好，等等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读了。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自己对照一下自己所在的组织在开会的时候你犯了几条。那说完了糟糕的会议那么高效的会议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理清2个概念，也就是什么是开会，什么是高效。我对会议的定义是这样的，将不同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，或者为了寻求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，互相交换信息，以产生改变为目的的行为。而高效的基本定义就更清楚了，那就是什么？投入少，产出多嘛，对吧？那基于这个定义，我们首先来做的是说，不开或者少开不产生信息交互的会议，
我们常见的会议呢，绝大多数呢都属于2种类型。那一种类型呢叫单向信息传递，同步信息型会议，比如说年度的工作会、动员会、汇报会，这种会议啊，往往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单向的传递信息啊，来收集信息。作为会议的参与者呢，只需要理解领导意图、政策的细则或者是准确的汇报工作就可以了。这种会议啊，虽然也有目标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不产生信息的交互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少开或者是不开，多采用呢信息的同步工具就可以了。那使用了工具以后啊，团队就可以保持一致的工作进程，了解其他同事的工作进展。你根本不需要开会，就可以跟他人来共享信息、分发任务、解读政策。不管你是否在一个办公室，也不管你是否在一个国家。那另外一种会议啊，是干嘛呢？是需要共同的讨论、寻求方案型的会议。比如这种会议呢，需要上下级之间或者是平级之间频繁的交互信息，去异求同，最终呢来达成共识。这种会议啊，满足我们对会议的定义，也就是说，既需要信息交互，还有及时反馈，又最后能形成方案并触动落地。所以啊，更合适以会议的形式来进行。我们课程之中的内容呢，谈及的会议啊，都是说的这个类型的应该开的会议啊。而关于什么样的会议是高效的呢？很多著名的公司和管理者啊，都有自己的见解。有些人呢是过程导向，认为会议要有规则、有纪律；而有些人呢是结果导向，认为必须要讨论出好方法，总结出好方案的会议才是好的会议。那我也总结了一下，其实呢就是4个字，叫做短小结实啊，短小结实啊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首先第一个，开短会，会议呢越短越好。第二个呢，开小会，参会的人越少越好。第三个叫有结果，会议要达成共识，形成方案。第四个叫有落实，会议结果呢要转化为实际行动。所以啊，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，首先我们在第一个模块，我们会用1节的时间一起达成一种共识，就是高效会议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。然后啊，从第2个模块开始，也就是讲会议的方方面面。第3讲呢，我们讲分享，也就是你作为会议的发起人，你怎么理清开会的主题，怎样制作会议的通知，提高参会者的意愿。第4讲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说你是会议的主持人，应该如何来把控会议的节奏，引导会议的走向。那第5讲呢，我们来说一说，即使你一直只作为会议的参与者，我也教你如何发言，为会议组织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，同时啊，让你自己能够赢得领导的认可，为自己的职场加分。而在第3模块啊，我们将一起来看3种类型的会议怎么开，它们分别是例会、研讨会和视频会。而在最后一个模块的第9讲和第10讲呢，我会讲一下如何输出一份优秀的会议纪要，并提醒你啊，重视会议结果的落实和监督。好，那么请和我一起进入课程，开启一段短小结实的旅程，学习如何打造高效会议吧。我是李中秋，我们下一讲见。